西方国家设置的规则不是暗藏玄机，就是步步惊心，往往都是上层人士为了后来者设置的，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才会被上位者拥护。尤其是在原油期货这种规则里，只有专家和极少部分高级玩家才能掌控。普通人如果不懂规则就贸然进来，就算不残也要被扒一层皮下来。即便被你有幸躲过去，他们也不介意再次修改规则，亲自动手。所以我们要争取自己当专家，就算不为自己谋利，也要为自己能规避掉这些风险。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年6月份，上海交易所上市了原油期权，这原本是石油圈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事件，因为它是完善人民币石油体系的重要一环，却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相比较于2018年上线的原油期货而言，原油期权只是期货体系的补充，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内行的都懂，没必要去说，外行的看不懂，说了也没用的奇怪现象。因此很多人就把这些事儿给忽略了。但其实呢，不管是原油期货还是原油期权，都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不仅可以提高中国石油的话语权，还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成为摆脱石油美元霸权的一环。那么原油期货、期权到底是啥？中国原油期货真的能帮助中国摆脱石油美元霸权吗？今天我们就用非常简单的科普给大家理清这些问题。中国原油期货正式挂牌交易是在2018年，于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立，所以也叫上海原油期货。它是第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原油期货。为了方便接下来的理解，我先解释下什么是原油期货。假设菜市场卖猪肉的是猪肉荣，我向他购买猪肉时，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拿猪肉，对吧？这个直接交易的方式就叫做现货交易。那什么是期货呢？其实也很简单，比如我下个月儿子要过生日，打算宴请亲朋好友，就需要购买大量的猪肉，但是猪肉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我心里有点担心猪肉突然涨价，自己到时候再买就吃亏了，所以我打算就和猪肉荣商量，能不能在1个月之后按照现在的价格卖给我们。可以的话，我一次性订购100斤。猪肉荣一看，虽然价格有波动，但是最近挺稳定的，而且一次性购买这么多，利润非常大，所以就答应了。1个月后，我和猪肉荣双方就以协定好的价格交易，盈亏双方自己负责。这种方式就是期货，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你看这个期货是不是挺有好处的？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其实这种道理在原油期货上也是如此，它的诞生就是为了保护买家的利益。原油也就是石油，它并不是直接拿来用的，我们平时用的汽油和化工原材料都是经过原油提炼制成的，所以石油又被称为工业催化剂。作为工业必需品，它的交易量自然非常大，但是石油的出口国却并不多，主要以中东、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国家为主。但在这里面有些地方一直都比较乱，所以产量就会经常受到外界的影响，价格波动也很大。要是遇到重大事件，那很多工业国家都将会受到冲击。比如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阿拉伯成员国和以色列爆发了第4次中东战争，由于漂亮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支持，阿拉伯成员国一直无法取得优势。阿拉伯成员国是石油输出国，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都是他们供应的，结果其他国家买他们的石油，却支持他们的敌人，他们自然就不干了。然后一怒之下收回了石油标价权，并将当时的原油价格提高到原来的3倍，石油危机就此爆发。漂亮国搬起的石头砸中了自己的脚。石油危机爆发对工业国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石油。在当时那个年代，工业生产还是以欧美以及日本等国为主的，因此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工业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工业生产全线放缓，下降幅度超过10%。为了解决类似的事情发生，原油期货就此应运而生。由于石油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所以石油期货诞生以后，其交易量一直都在快速增长，并且根据原油的种类发展出4大原油交易所，分别是纽约商业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当然现在还要加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交易其实也非常简单，买家只要交点定金，就可以约定在某个固定时间用约定好的价格购买原油。这样做的好处有2个，第一，不用提前购买石油囤积，减少储存的费用；第二，就是防止价格动荡，导致工业受到影响。当然坏处也很明显啊，自负盈亏，亏了只能含泪买单。说白了，原油期货就是一纸合约，具有赌博性质的协议。应用的好，它能规避风险，但是用的不好，也会带来巨额的损失。但总体来说，这种机制原本是更倾向于保护类似中国这样的工业国家。大家可能会发现问题了，既然对中国更有利，那我们干嘛还要自己去搭建原油期货呢？直接在4大交易所交易不就好了吗？反正都有合同，按合同办事，谁也不吃亏。本来也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贪婪的人就瞄上了原油期货。原油期货的对赌性质是资本最喜欢的，有赌博就意味着有操作空间，有操作空间就有了巨大的潜在利益，于是就有大量的资本家入场，或者称之为投机者。原
原油期货不需要囤货，自负盈亏的性质就给了投机者可操作空间。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深南电与高盛的惊天赌局事件就是惨痛教训。2008年3月，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高盛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签订了2份对赌性质的油价协议，双方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当原油价格超过62美元每桶时，深南电每月可以挣到不超过30万美元的封顶收益。如果每桶原油价格低于62美元时，深南电每月需要向高盛子公司支付一定的等额美元，上不封顶。很显然，单单这份协议就有问题，一个是封顶收益，一个是不封顶亏损。但是当时的深南电还是签约了，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亏损，也只需支付一部分的差价而已。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当年3月，原油价格还在100美元每桶，但是到了当年的12月，原油价格突然暴跌至31美元每桶，深南电因此巨亏近8370万美元。虽然事后确实被认定相关交易存在争议，但是公司还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在2014年与高盛子公司进行和解。这笔交易看似公平，而且你情我愿，实则从协议到规则再到信息差，都是处在不对等的状况下发生的。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其实就已经开始席卷美国的金融市场，高盛因此判断出会蔓延成国际性的经济危机，石油价格也必将崩盘，所以高盛才设下了这个圈套。双方的赌资也不完全在一个等级上，如果高盛赌输了，付出的代价不过300万美元；如果赢了，那换回来的回报远超过10倍以上。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规则就是在那边，你自己不钻研，这也能怪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设置的规则不是暗藏玄机，就是步步惊心，往往都是上层人士为了后来者设置的。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才会被上位者拥护。在这种规则里，只有专家和极少部分高级玩家才能掌控。普通人如果不懂规则就贸然进来，就算不残也要被扒一层皮下来。即便被你侥幸躲过去，他们不介意再次修改规则。2020年的某油宝事件就是如此。2020年4月2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 WTI 原油期货在5月交货的原油价格出现暴跌，最终原油价格竟然出现了惊人的负37.63美元每桶。啥意思呢？就是你买的这桶油不仅没卖出去，每桶油还要倒贴37.63美元。于是那些持有原油的散户们不仅亏空了，还倒欠了一屁股债。这种情况就像你去股市买股票，结果你买的股票不仅跌成0，而且你还被告知要再额外支付一笔欠款一样新奇。某油宝事件很复杂，我们不做评价。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原本原油价格是没有负数的，但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却在4月3日临时发出通告，支持负值交易清算，然后4月20日就真的出现了负37.63美元的情况。事情就是这么巧，规则都是可以更改的，如果不能，那么说明利益还不够，所以中国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些规则，就算不为自己谋利，也要为自己能规避掉这些风险。中国在原油期货上的发展其实就是一步踩坑式，我们吃到的教训足够多，才知道一个正常的原油期货市场有多么重要。随着资本的入场，原来的石油保障机制已经成为一种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游戏，它的玩法多种多样。财团可以利用资本以及规则谋取利益，工业需求国可以利用规则来规避风险。说白了，就像是一柄绝世好剑，它是被用于作恶，还是用于拯救天下苍生，全看个人的秉性和玩法。比如同样在2008年时，石油价格大放水，虽然有企业因此受到损失，但是中国还是有企业利用原油期货里的套保，规避了上千亿美元的损失。套保就是原油期货的一种玩法，它的全称叫做套期保值。原理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还是以上面的猪肉为例，我们假设现在的猪肉是20元一斤，猪肉荣需要在1个月后买入100斤，然后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猪瘟的存在，猪肉一直在升值，但是国家又放出风声，将放出大量的储备肉，让猪肉价格快速降下来。这时猪肉农到底是要提前进货还是到时候再进货，把握不准。要是挣钱还好说，要是亏本的太多，那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对吧？那么有没有降低风险的办法呢？有的，猪肉农可以现在就购买50斤猪肉，然后和别的猪肉贩子商量，1个月后你按照20元每斤卖给我，另外50斤就等到时候再购买。这种购买方式就相当于购买期货和现货。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假设1个月之后猪肉涨价到了30元，那么猪肉农做的方法有2种方式，一种是提前购买了期货，每斤挣了10元，那么50斤就挣了500元；另外是现货购买亏了500元，两者总和一下，相当于没亏。当然以上的比喻可能并不准确，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只要知道套期保值就是同时购买现货和期货，用来降低风险的。中国油企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了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中国上线的原油期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企业提供更合理的套期保值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原油期货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它的好处非常多，比较重要的大致有2个。第一个就是增加石油话语权，影响原油定价。按道理来说，
一种商品的价格应该是产量或者市场需求共同决定的。比如说猪肉多，价格就低，或者是吃猪肉的人少了，价格也会变低。但是在石油的定价体系里却并不是这样的。影响石油价格的主要有2个，一个是石油的出口国，比如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组织，他们石油产量以及出口量都可以影响到石油的价格，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中国是全球第2大石油消费国以及第1大原油进口国，单单去年我们就用掉了7亿吨石油，以及进口了5.4亿吨原油，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市场大国。按道理来说，中国由于大量购买石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走势。就比如我们去一个市场采购商品，买的越多，说话越有分量，甚至能影响到价格的走势。可惜在石油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即便我们每年购买了大量的石油，甚至更多，价格方面我们依旧无法控制。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的影响。由于很多资本介入，导致原油期货市场变得非常庞大，量变导致质变，原油期货变成了一种博弈的存在，反过来影响原油的现货价格。就像股票一样，一家公司的市值与实力不一定成正比，只要它的股票一直有人购买，股价就会疯狂上涨，市值也会上涨，但是公司的真实实力却不一定与之相匹配。那么在原油价格里也是这样，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旗下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就可以影响全球65%的原油价格。反观中国，虽然在原油现货市场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石油产量以及期货规模上都不占优势，所以中国才要成立自己的原油期货交易所。它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拥有国际定价权，但是可以慢慢影响石油的价格。除了价格外，还有第2个好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国际石油结算一直是以美元为主，以人民币作为结算体系的上海原油期货市场越大，那么其他的结算市场就越小，从而帮助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摆脱美元霸权。然后第3个问题又来了，既然中国原油期货的好处这么多，那么它能做起来吗？答案是当然可以。自2018年上期所上市原油期货以来，上海原油期货的累计交易量已经达到了11000多手，累计成交额高达44万亿元，这在全球算什么水平呢？排名全球第3。我们现在的成绩也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在原油市场的定价上，专家将原油定价因素归纳为3种，一个是成熟的原油现货市场，一个是透明公平的期货交易规则，第3个是期货市场规模大，交易活跃，参与者要够多。在这3条因素里面，前面2个是我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做的事情，最后一个是一直在完善的事情，那就是丰富原油期货。我们开头提到的原油期权就是丰富原油期货的一种方式。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我们上面说了，原油期货的本质就是一纸合约，原油期权就是原油期货的一种，但是它是可以拿来交易的，这是不是提供了更多的可玩性？这是相辅相成的。要想期货市场做大，就需要丰富的原油期货产品。你只有产品越丰富，参与者的选择就越多，规模也就越大。规模越大，人民币结算体系就越丰富，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很多人都以为只要美国的军事实力够强，美元霸权就可以永葆青春。其实这么说是不太对的。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世界第2，但是它的卢布却并没有成为其他玩家的选择。国际货币其实有点像游戏厅里的游戏币一样，有的游戏厅规模小，只有娱乐项目；有的游戏厅规模大，不仅有娱乐设施，还有可以供人赌博的项目。虽然大家都知道赌博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规模更大的场所，因为它不仅可玩性高，对于大玩家来说，这还能增值啊。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就是这种情况。美国的优势在于金融市场更丰富，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游戏厅，大家自然就更喜欢往这里钻。放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就是让那些持有人民币的企业、机构乃至国家都有投资和增值的地方。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不是就更快了？所以我们回头去看一下，为什么我说原油期权很重要？原因就在这边，它丰富了中国原油期货的体系。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说原油期权上市其实挺重要的，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原油期货进入下个阶段，丰富原油期货体系。其实呢，原油期货只是中国庞大期货市场里的一种。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搭建各种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就是从各个角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不积跬步，一掷千里。我相信中国可以凭借自己的不断努力，一点一点地追回以前遗留下来的差距，未来超过也未有可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